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应该说是28号发布会的第3弹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已经做了1+5T 还有就是荣耀 V10的这个快速上手了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注度应该算是第2的吧，就是360的 N6 Pro。这台呢也是京东这个一开售我就抢到了一台。我发现现在这个新机能不能第一时间上手，就看这个京东的这个武汉仓库这个它备不备货。它只要是备货的话，基本上就有很大的概率可以第一时间给大家上手。OK， 这个外包装上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360。非常传统的这种大红色的包装盒，有一个小区别呢，就是上面呢专门加了一个骁龙的处理器的一个小贴纸，告诉你这是骁龙处理器的哎呦，这手机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三国志什么什么，应该是合作游戏的一个卡。然后充电器方面呢，哎呀，我这个充电器好像有点脏充电功率呢是12伏的 1.5 安，也就是最高到18瓦的这个快充。数据线呢要特别说明一下，它是 Micro USB 的，并不是 Type C 的接口。这次的价格方面呢，这个6 Pro 呢是1699块钱起售，不说最便宜的，反正也是相对便宜的18比9全屏手机的一个价格。但是这个我买的这台是1899，因为1699基本上没有货。我感觉这个1699就是单纯的为了拉低这个手机的起始价格有一点是吧，玩噱头的概念。最高配的版本呢是6+128，2399，这个就比较贵了，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推荐我手上的这个版本1899。现在是开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占比它原厂的是已经帮你贴好了一个膜。OK， 旁边的这台呢就是荣耀7X了。这台手机呢号称是最便宜的18比9的手机，而且是1299，确实有货能买到，不过大部分都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的跟黑色的一相比，感觉白色的这个就廉价了不少。这次的6 Pro 呢也是一个后置的指纹识别。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对360手机吐槽比较多的它的这套 UI 了。确实呢，我感觉这一套 UI 呢有一点不太上档次，就是看着稍微有一点廉价那种感觉。这次呢6 Pro 还有一个全局的手势功能，有点像iPhone 10的那个感觉。现在呢它有一个提示，上滑手势还是虚拟按键，你可以选择虚拟按键，咱们选择上滑手势试一下。打开多任务，然后中间上滑是直接桌面，右边上滑是返回上一级，其实就是这个下面的3大金刚按键，然后只不过是全部都变成上滑了。360的这整套 UI 呢让我感觉有点很老气，就像2-3年前的那个手机的 UI， 现在很少有这种就是上面还给你一个大的模块，然后有点像很老那个 HTC 的那个风格整个这个手机上手最大的感觉呢，对我来说就是相对于之前360的手机，这手机变得精致了一些。因为之前360的手机都是做的比较糙，然后性价比虽然比较高吧，但是做的相对来说 ID 方面是比较丑的但是这次呢，后面的这个纯屏的玻璃不是4曲面的，但是呢它是2.5D 的，整个这个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后面呢也是一个竖置的双摄像头。今年的这个手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部分除了 iPhone 10之外，这个大部分的全部都是横置的这个摄像头。它竖置的整个这个风格呢，有点像 Mate 9和 Mate 9 Pro 的那个感觉。但是这手机呢和小米 Mix 2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点，就是金属边框的外延这个弧度做的是比较多的这样就导致它整个手机的屏占比或者说正面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上差了一些意思。如果硬性说条件来说呢，它上面的这个额头做的是比较宽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坚果 Pro， 还有就是荣耀 V10， 即便是和
这个7叉相比啊，跟7叉应该是差不太多的，也是在额头部分呢显得比较宽。手机的质感呢还是不错的，原厂呢贴了一个膜，底部2个天线开槽，上面也有2个。卡槽部分呢是外边金属，里边是一个塑料托，比较传统的雨货卡槽，就是 Nano 的小卡。双摄方面呢，这次的 N6 Pro 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 Pro 啊，它只是一个主摄1600万加上一个200万的景深摄像头。但是在处理器上，这个6 Pro 呢是今年这个360手机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了，它用了660的处理器，也可以说是目前最便宜的骁龙660的手机的一台机器，而且是搭载了18:9的一个屏幕。但是这个手机内部的黑边啊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说整个的边框看起来并不是太宽。另外，今年18:9屏幕的手机呢，除了华为系的包括荣耀，他们的电池稍微比较大一些之外，别的18:9屏幕的手机这个电池都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这个360的6 Pro 呢是4050毫安时的电池，这个长续航呢一直可以说是360手机它一个比较延续的一个基因，也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之前我们测过一些360的手机，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调教还有就是耗电上做的优化并不是那么足，即便是同样大小的电池，它这个耗电呢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这个呢后期我们会做这个3小时的周度续航测试，到时候更新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里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咱们现在来试一下它的解锁，还是非常快的，基本碰一下就可以秒解。但是它的这个凹陷啊也并不是太多，所以说需要简单的适应一下，但是这个速度还是有保障的啊。咱们再来试一下它的手势操作，中间向上滑返回桌面，然后侧边向上滑多任务，右边向上滑返回上一级，还可以。但是它也有这个虚拟按键的选择，你如果要是不喜欢手势操作的话，其实这2种操作呢，你只要是稍微适应一下呢，在日常的操作中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手机相对于目前的一些手机来说，做的厚度上也稍微厚一些。这个 V10呢是3750毫安时的电池，它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在厚度上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对比。当然也必须说明，在价格上它确实要便宜很多啊。整个360 N6 Pro 上手的质感还是不错的，起码在这个价位段呢，这台手机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但是也有一些360手机老毛病，就比如说这手机看起来有点臃肿，电池做大了之后确实稍微厚了一些啊。当然这也是这个有得还有失吧。后面呢，我们先给大家理论跑分一下，看看它的这个460的调教怎么样。因为毕竟到今年这个时间段来说，你再发660处理器的手机，也就只能打一个性价比的路线了。今年这个360这个品牌应该是没有旗舰机了。360呢也算是目前就是挣扎在边缘的一个手机品牌吧，就是一直没有放弃。但是呢，你说它有多少出货量啊，热度有多高，可能还差点火候。OK， 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拍一些样张，看看它的这个双摄的表现到底如何。之前360手机的这个摄像头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由于这台机器送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所以说就拍了一些傍晚和晚上的样张。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360 N6 Pro 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先行查看这些实拍样张了。后续呢，我们也会陆续补上它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数据库中的参数，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N6 Pro 与同为骁龙660处理器，也同为前后玻璃的坚果 Pro 2相比呢，整体这个颜值上啊，确实要稍微差一些意思。但是毕竟价格上呢，也差着几百块钱呢。这2台手机呢，相信大家呢可能会纠结一下，但是大家可能纠结更多的应该是在系统方面的选择。如果只给我这2台手机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选坚果 Pro 2。OK， 这一期的360 Pro 的快速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要是迫不及待想购买的话呢，还是推荐1899的这个版本。在同价位之中呢，这台手机做的是比较精致的，但是具体内部怎么样，还有就是它各个数据，还要等待一下我们后期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我们的数据库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它的5大核心数据。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视频，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